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The Wave 嘅頻道。今日就同大家講一講 AMD 最新嘅 CPU Ryzen 9嘅 3950X， 第三代嘅 Threadripper 3960X 同埋 3970X， 同埋作為一個用過3粒 Intel Extreme 系列嘅使用者，對於 AMD 嘅睇法。首先就同大家講一講 AMD 嘅 Ryzen 9 3950X 有啲咩吸引嘅地方。雖然核心數量算係好多，有16核心、32線程。但嚴格嚟講 3950X 呢粒 CPU 喺 AMD 眼中嘅分級並唔屬於 HEDT High-End Desktop， 亦即係代表 Intel 同級別最快嘅只係 i9 9900KS。根據 NNH 嘅測試，所有支持多核心運算嘅程式，例如7zip、Blender、Cinebench R20、Handbrake， 3950X 都大幅拋離 9900KS。當然啦 ，9900KS 並唔係一無是處。對住一啲相對着重單核心效能嘅程式，亦有些少嘅幫助。就算連 9980XE 喺多兩個 core 嘅情況下，仍然因為相對落後嘅製程同埋較慢嘅 base clock 而唔夠打。喺呢度極唔負責任去揼一個用 3950X 呢粒 CPU 嘅 list 出嚟，俾大家參考一下。我平時係會點樣唔睇價錢揀 pass 去 DIY 一部電腦出嚟。首先就當然唔少得一粒 3950X。然後就係諗主機板，對住一粒749蚊美金，差唔多6000蚊港紙嘅 CPU， 需要底板唔可以失禮。咁我就揀華碩嘅 ROG Crosshair Hero Wi-Fi version， 大概3000幾蚊。然後就係 RAM 啦，我就揀咗講明係為 Ryzen 3000系列優化嘅 G.Skill Trident Z Neo 3600mHz 2x16GB 2000蚊唔使。顯示卡我會選擇 RTX 2080 Ti。大概11000左右，然後就係火牛，因為顯示卡本身 Full Load 已經大約350火，而 3950X 喺超頻節全核 4.4GHz 嘅時候，大約250火，加埋就已經600火啦。為咗安全起見，所以我起碼要1200火，所以咁就選擇 Corsair HX 1200，大約2000蚊。跟住就係 SSD。因為係 PCIe Gen 4嘅原因，所以我就選擇 Corsair MP68 1TB， 都係大約2000蚊。Hard Disk 嘅話就揀商用級數嘅，咁我就選擇 WD 10TB Enterprise UltraStar DC， 都係2000蚊以內。最後就係機箱，鍾情於 Dual Chamber 設計嘅我選擇咗 Corsair Crystal Series 680X， 都係2000蚊。散熱方面，因為我唔太中意水冷，所以我會選擇 Noctua NH-D15。大約600蚊，呢部可以算係叫做豪華嘅電腦，成為3萬蚊港紙，認真貴。不過有工作需要嘅話，可能真係唔貴。然後就係第三代 Threadripper 3960X、3970X， 同埋傳聞中有64核128線程嘅 3990X。3960X 有24核48線程， 3970X 就有32核64線程。根據 AMD 所講，喺 Cinebench R20 嘅跑分入邊，對比 Intel 嘅 i9 9980XE 分數分別高 54% 同埋 90%， 但考慮到 9980XE 嘅 base clock 只係 3.0GHz， 3960X 有 3.8GHz， 3970X 有 3.7GHz， 同埋分別多6 core 同14 core， 快係必然嘅事。假如 Intel 用目前同 9980XE 相同嘅架構，加上 7mm 嘅製程，同樣咁多嘅核心，唔知邊個會快啲呢？但係考慮到有咁多條 PCI Link， 而且係 Gen 4，加上咁大嘅 L3 Cache， 分分鐘都係 AMD 快啲。睇翻 Intel 最新嘅動向，最新發布嘅 10980XE， 除咗頻率高咗少少 ，RAM Controller 加強咗少少，價錢平咗1000蚊美金之外，好似冇乜明顯喺效能上嘅加強，似乎要等到2021年 Intel 開始用 7nm 先有機會追得翻。但到時候 AMD 已經好有機會開始用台積電嘅 5nm， 但係到時候先算啦。我都有排先會換依家嘅 9980XE， 唯一係希望有風冷散熱器能夠又靜又可以好好咁散走 9980XE 產生出嚟嘅熱。好啦，今日嘅影片就去到咁多。如果你哋中意呢條影片，就得閒留言撳個 like， 訂閱 The Wave 去睇到更加多嘅相關影片，同埋打開影片更新提示。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